早安，在路上遇到野猫，其实最好不要乱摸。这只野猫拍着拍着就咬我了一口，我还得要安抚它。然后呢，它就头也不回的往前走了。不过还好，它咬我只是一种威吓的作用，并不是真的很大力。不断的在盖房子，盖的没完。最近在上约伯记，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课堂的笔记。人为什么会受苦呢？有5个原因。第一个就是罪所导致的苦难，这也是最常见的情况跟解释。第二个是因为苦难是一种试炼，而这个试炼是短暂的，就好像约伯他所承受的一样。哇，你岔题一下，看到这个植物吗？很美，它就像是纸雕的一样，当然纸雕的也不是比不上大自然的这么美，真的超级精致、超级美丽的，就好像是一串一串的这个艺术作品一样，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然后苦难的第3个原因是纪律。就好像以色列民在旷野漂流40年，就是为了要锻炼他们，培养他们的信心等等。第4个苦难的原因是偶然的，像是天灾，或者是像飞机突然遇到乱流那样无法预测的。第5个原因，苦难是神秘的，因为神的目的是隐藏的，我们没有一个人有神的智慧，所以只有神知道为什么人会受苦。大概就是以上5个原因。那我再来分享一下《约伯记》这本书的重点，包括以下：神管辖一切，包括苦难。就是约伯他知道，如果没有神的批准，就不会有苦难发生在他身上。但是魔鬼的工作，他是受到神的限制的，所以神不让魔鬼伤害约伯的生命。还有一个重点就是，并不是所有的苦难都和罪恶有关，所以约伯的3位朋友一直认为约伯是因为犯罪才遭受苦难，这样的看法是错误的。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有5个苦难的原因嘛，其中一个虽然是罪，但是其他的我们可能是不知道的原因，也可能是为了要锻炼我们等等。受苦的程度越深，探索的问题就越多。所以有时候受苦会使我们对人生有更深的体悟，还有我们在受苦中能够向人诉说，就好像约伯他向他的朋友倾诉，虽然他的朋友不理解他，可是他后来就转而向神倾诉，然后发泄他内心的情绪。所以在受苦的时候是应该要把它说出来的，找一个对象，不管是人还是神都好。还有一点就是，人不能够完全了解神的奥秘，这个是我们要常常提醒自己的。我们人的智慧是有限的，我们不能够完全知道神给我们经历这些事情的目的。可能也许有一天我们会明白。最后一个重点就是，约伯的哀叹是在一个正确的范围内，他仍然忠心的信靠神。约伯他从来没有怀疑过神，他所要求的只是神告诉他为什么他受苦。神虽然最终没有告诉他答案，可是因为他仍然忠心信靠神，神最后是称赞约伯，而不是责备他，反而是3个控告约伯的朋友被神责备了。现在晒衣服成为我一个后来发展出来的乐趣。毕竟看到衣服被整整齐齐的晒干，摇曳在空中，其实还蛮舒压的。能够把衣服晒上去，然后又推出去，是一个证明自己还健康的指标。
又是一个上山采风景的日子。我现在要爬上雾岚正东的公园。爬上这个30公尺的小山丘，你会看到许多参天的巨树。这个楼梯爬上去虽然不是那么容易，但也不是那么难。如果你体力很好，你可以一次爬到上面。体力普通的像我这样，中间可能要休息一下。每次上来的时候大概都是9点过后，人比较少，挺安静的。这上面已经种植了很多不同种类的花。我一直觉得住在这个小山丘旁边的这些祖屋的居民还挺不错的，他们可以跟这个小山丘很近距离的接触，在这个小山丘上也可以看到这个邻近祖屋的风光。在这个小山丘上的有蛮多的石头可以坐的，常常你一个转弯就看到有一个老人或者是一对年轻情侣坐在石头上，听着自己的音乐或者是在谈情说爱。一个人上山走走也非常的惬意放松。今天制作了煎饺蔬菜便当，炒了香菇，还有虾仁、大白菜。我自己也炒了米粉，喝了肉骨茶，还有吃一点煎饺。晚餐我煮了这个，第一次煮这个马来的那个包装一袋一袋的糯米，然后用饭锅煮，煮起来好像糜，然后它用那个椰奶下去煮了，然后有一点甜甜，然后里面应该也有盐巴，有点咸咸，配我的这个皮蛋木耳炒猪肉，还不错哎，也让我觉得有一种那种在台湾吃原住民的那种小米的那个饭的那个味道，很特别哦。这就是我第一次煮的马来的饭，我觉得好有趣哦。它是用椰奶下去煮的，里面有一包这个椰奶的调味的粉。不过我先生说吃久了会腻，所以我下次想要用水下去煮煮看，可能或者是少加一点椰浆。今天早上去马西林公园散步。现在开了美丽无比的紫色的，还是粉色系的花，漂亮的不得了。上网查了一下，原来这个美丽的花应该是叫做大花紫薇，真的很美。它的茎可以高达15公尺。它的原产地是热带亚洲，还有澳洲。其实有在网上看到它在台湾呢，也常常被当成行道树来使用。看到这些花，还有这些树枝，我都会目不转睛。大自然真的是太美了。在这个公园里面也是有杉树的哦，这应该叫做南洋杉，非常高大挺拔，还以为自己不是在热带呢。不管是盘根错节，还是枝叶高耸入天，都可以见证这些植物强大的生命力。今天水库的水很宁静，每当来这边散步的时候，看到平静的湖面，心也会跟着平静下来。新加坡据说有17个蓄水池，
新加坡的用水呢，有一半是来自这17个蓄水池，另外一半的水量呢，则是由马国的柔佛水库所引进的。眼前这个宁静的马西林蓄水池呢，应该是属于克兰芝蓄水池的一部分。其实我们对水资源真的要非常的感谢，而且也要非常的珍惜。安静的公园让我感到好幸福。当然，在新加坡要找到没有人的时候，真的是可遇不可求。不过通常是比较热的时段譬如说早上9点到下午3点，公园都是会比较少人的。今天这只黑猫倒不错，你有理我，有来摩挲我的腿。新加坡的猫确实是一个独特的品种哦。它们的体型虽然比较娇小呢，可是它们有大耳跟大眼，眼睛呢通常呈绿色或者是金色。新加坡的猫非常的聪明，而且性格活泼可爱。据说呢，政府现在已经快要允许这个新加坡的猫入住祖屋了。我虽然不养猫，可是看到猫还是挺开心的。我今天吃海鲜煎饺、蔬菜，还有应该是茄子麦片粥。给家人们加了豆腐、咖喱鱼块，还有炒猪肉末。雅各书4章第8节，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雾气重。黄北的雾气，可是下午晚上的时候都在下雨，所以早上这个雾气就出现。接近地面的空气呢，在温度低的时候就会凝结成水滴，早上太阳出来就变成雾气了。出了好几条气根垂下来，产生这种雾气通常都是在高气压的地方，也通常是好天气。这件棉质的运动裤真的好舒服，穿上去就很有安全感。在4、5、6月的新加坡是最闷热的，我觉得我今年的感受又比前面几年来的更深了。花朵上还看得到雨水、露珠。现在是8点出头，所以上来运动的人也更多。有太阳，有雾气，心情当然好。早安。因为我所居住的地方呢，并不是什么工厂，所以没有什么污染物。假如是在城市或者是空污比较严重的地方这种雾气可能会夹杂一些不好的成分，对身体未必好。不过太阳出来之后，热量增加，对流就已经能够加速这个雾气的扩散了。我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风景，就是可能是蜘蛛丝连结的一个毛毛虫，就在阳光下蠕动着。虽然我的手机没办法把这个毛毛虫拍得很清楚，可是还是看得到它在那里舞动的那个样子。那在樟宜的Civic Center 的游泳池，这边很棒。刚刚已经游完泳了，在这边那边可以按摩池，然后现在很晒啦，现在下午在3点，非常晒。所以也没有人在游。我们大概1点多到的时候呢，有打雷下雨，所以就没办法游。然后我们就在那边的餐厅呢，就吃了披萨跟2碗浓汤。然后等了一下之后呢，就感谢神的眷顾，
在差不多2点半左右吧，就可以游泳了。今天我们终于来樟宜的公务员俱乐部游泳了。所谓的公务员俱乐部，其实呢也是对公众开放的，只是每年呢就是要缴年费，只要成为会员就可以到新加坡大概有4个公务员俱乐部游泳。然后我们今天是终于第一次来到这个俱乐部游泳，这个地方很美，它就是可以看到不远处的乌名岛。这边很好，就是可以游泳的时候呢，旁边看到海景。哇，不过现在真的很热。如果在公务员俱乐部里面的餐厅吃饭呢，会员也是可以有一点点的折扣，好像可以打95折吧。从这里就可以看到我们上次跟四海圣经学院的学生一起去的乌名岛，就是山海以及泳池相连接，真的很享受。这里很有度假的氛围，也提供了有会所还有小木屋给不管是会员还是一般的民众来居住。当然如果是会员的话，价格会比较低，那我们还没有试过，应该找一天来住住看。这里走出来呢，外面就有很大的熟食中心，所以吃东西也相当的方便。很久没来这里，我现在在牛车水。明天就是新加坡的国定假日，是佛教的卫赛节。今天正好来牛车水走走，很喜欢小印度，也很喜欢牛车水。就是分别有很明显的就是不同种族文化的氛围。今天来珍珠坊熟食中心吃这一家百姓面家，上次吃了他的水饺还不错。吃我很想吃的刀削面，我还点了是羊杂的刀削面来挑战一下它的味道。里面有看到羊心，还有可能有一些羊的不知道什么内脏。然后它很特别，是它有一个腊八蒜，就是可能用醋腌到已经变成绿色的大蒜，吃起来咬起来脆脆酸酸的，然后有一点大蒜的这个一点点的辣味，我觉得很不错，很开胃，配羊肉我觉得是刚刚好。它的羊杂味道不错，可惜我觉得分量少了一点，所以吃的不是很过瘾。然后它的汤头也好喝，只不过那个刀削面好像会把这个汤越吸越进去，所以吃到最后我已经喝不到什么汤了。还有就是我今天忘记带我自己的环保筷子跟汤匙了，因为我真的很不喜欢用外面的这种竹制的这个筷子，还有那种塑胶汤匙，我觉得很不好用。我很喜欢来珍珠坊美食坊，因为总是可以找到我所熟悉的那种家乡的食物的味道。新加坡的祖屋呢，从1960年开始，每5年一期，每一期都新建了5万间以上的祖屋，所以已经是由来已久。到现在呢，我们家这边还在不停的盖祖屋。到现在呢，新加坡自有房屋的比率高达81%。我住在这个目前3房式的祖屋结构呢，就是2房1厅，也已经习惯了。最大的优点就是好整理，而且交通方便。是那种平房啊，很像那个高雄炼油厂的那种，就是这种平房是我最喜欢的。今天来另外一家公务员俱乐部，在楼阳，也是在新加坡的东部，离我们家还蛮远的。
来到这边看一下这边的泳池还有这边的环境，发觉这边好像是一个小社区哦，然后是我最喜欢的那种平房式的，所以如果呢真的哪一天我的家人要来的话，我们就是可以在这边租一间小木屋一起住。我们到达的时候是下午，大概也是2点左右吧，然后正在下雨，还有打雷，所以游泳池是关闭的状态。然后围绕着泳池是一圈的平房祖屋，可是有人在唱卡拉 OK， 然后我就觉得太吵了。如果来这边住的话，我就比较不愿意了。然后它的泳池后面是接着这个海滩，海滩前面有一个这样的户外的一个好像 bar 一个餐厅可以吃饭，然后这边旁边也有人在做可能独木舟的活动。我觉得我蛮想尝试的，但是因为我又很怕掉到海里，所以还是算了。这个公务员俱乐部主要是给人家住的地方，离开泳池远一点还有一些平房可以住，然后还可以带宠物进去的，譬如说有看到狗可以进去，我觉得倒是蛮适合一家人来住的，然后带你的狗过来。但是如果想要安静的人呢，我就觉得住在泳池旁边呢，如果正好旁边有其他的邻居的话，就会比较吵闹一点。所以如果真的要来住，我会选择离开泳池比较远的小木屋来住。然后我们就在这边等雨停。我先生都快睡着了，这边基本上不是很舒服的座位区，不过还好呢，之后雨停了，我们就可以跳到这个泳池好好的运动一下。这个泳池呢，中间是比较深的，大概160公分，然后两边就是儿童池比较浅，其实它还蛮好游的。不过因为这边主要是让人家住的一个俱乐部，所以它如果你只是来游泳的话，它的更衣室跟冲凉房就比较小，没有那么完善，所以总体来说这一次来这边游泳的经验呢，就不是那么舒服。不过泳池本身我觉得还不错啦，就是还是蛮好游的。我想这里应该很适合有小孩子、有狗，然后又喜欢独木舟的伙伴吧。新加坡这个地缘狭小的地方，在绿化方面确实是很值得借鉴的。当然，我身为住在这边7年多的居民呢，我还是希望绿化的范围能够更增加一点。但是比起台湾还有其他的国家，我想新加坡的绿化已经是很了不起了。因为我查到说他们在1975年就颁布了所谓的公园与树木法，就明文规定了私人住宅还有祖屋、还有道路、还有停车场的建设项目中，一定要拨出呢一定比例的绿化空间。对于新加坡来说，这么缺乏山水的地方，这种一定比例的保留绿地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也很希望新加坡政府在这方面绝对要把持住，就是在不停的建设祖屋还有高楼大厦的同时呢，一定要留给人们的身心灵更多的自然的空间。这都是我在网络上搜到的资讯，就是新加坡全岛有50%的绿化覆盖率，然后这些绿化的生态环境呢，可以减少热的效应，减少噪音，还有有害气体，还有储藏雨水等等。政府好像致力于要在每一个小区都保留空地建小公园，让每一个家庭在10分钟以内都能够走到公园。我住的这个地区是有达到这个目标了，所以我很感恩，我就走路10分钟左右就能够到达
有2个公园可以选择。然后我是很喜欢这个有这个蓄水池的这个公园，它的走路呢就是比较平缓，然后也可以看到很多的动物，像我常常在这边看到4脚蛇，有时候也会看到水獭，在以前的影片都有分享过。另外一个公园就是那个小山丘的，每次爬上去是挺喘的，但是呢，也是很好的一个放松的地方。像狗一样的云。世界卫生组织 WHO 的建议就是乡镇的绿地的覆盖率应该达到25.6%。那在新加坡已经到达了50%以上，台湾还有50个乡镇，它的绿地覆盖率还没有到达25.6%的。人是需要绿地的，根据研究就是这个绿地覆盖率比较高的地方，它的躁郁症的几率呢会比较低。我确实在阳光、绿地和微风中得到很大的安慰跟鼓励，就是我的心情真的会变得比较愉快，然后也感觉自己比较有精神。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就是在住家的周边呢，应该方圆300公尺以内就至少有一片大于0.5公顷的绿地。这个蓄水池的这个公园呢，我觉得它的占地还算够广，但是另外那个小山丘的公园就稍微偏小了一点，所以我觉得在数量上也许公园数目是够的，可是我觉得它的面积还是可以再增加、再扩大。我现在所在的是新加坡北边的，在雾兰镇的一个公园，叫做马西林公园。它在1983年对外开放，它的占地有11公顷，所以是蛮大的。然后呢，它里面呢有融合了中国还有马来的元素。马来的元素在哪里？我是还看不太出来，因为我对马来文化的理解还不够多。从公园回到家之后，冲了个凉，我就做了小馒头蒸饺便当，又炒了一个番茄蛋，然后给我先生装了便当，他的是3个小肉包、蒸饺、番茄炒蛋，还有烫秋葵。很优雅。今天上小山丘去。乌兰镇在新加坡北部，它其实很靠近马来西亚，通过新柔长堤呢，就可以到达。有弹性啊！过了新柔长堤之后，就会到达马来西亚最南边的城市新山。这个风声太美了，树叶沙沙沙的声音。
好像在疫情后就开始有这个所谓的生态的花园，在这个小山丘上面，这是由社区的志工来维护的。据说里面有200种，超过200种的这个花朵跟植物。但是我觉得这个义工所照顾的花园虽然是漂亮，但是它围了蛮多的围栏的，然后我觉得维护上不是那么容易啊，因为还要牵水管，然后也要有人定期的来整理，所以最近是稍微乱了一点。这个公园有趣的地方就是早上的时候呢，来运动的人还不少。刚刚前面呢，如果你有注意的话，有一个年轻的女孩，她都会在这边做瑜伽，坐在太阳下做热瑜伽。然后今天有看到那个 uncle 光着膀子，然后在草地上走来走去。我觉得新加坡还有很棒的一点，就是很多人在做慢跑的运动。就是你在路上如果要慢跑的话呢，很多尤其是年轻人就是穿着运动服慢跑的很多。不一样的便当，这是鸡肉汉堡便当，现成的，然后加一些菜跟蛋，还有炒香菇。这个是很好吃哦，咖椰奶油吐司加蔬菜。然后这个是我给我先生的韭菜盒子加蔬菜，也加2个咖椰小吐司。这是苹果。现在是下午3点半，终于可以吃饭了。这是昨天吃到一半的菜肉饼，刚刚煎的韭菜盒，刚刚拌的海蜇皮、烫青菜、炒香菇，一点坚果。然后这里面是生菜、鲜奶，还有无花果。无花果就是先生的同事给的无花果棒，还有一点苹果。这个是罗汉果茶。凉拌海蜇皮、生菜，淋了橄榄油，然后这是水煮蛋、肉包子，这是咖椰吐司、奶油咖椰吐司、橘子。长得好像汗疹一样的东西，现在是下午2点半左右，我找了3个诊所都没开，现在走去比较远一点的诊所看它有没有开。就是皮肤上长的那种一粒一粒的，这边摄影可能摄影不出，主要是在大腿的内侧啊，长这种一粒一粒的，然后很痒很痒，会影响到睡眠的那种。我在这家诊所大概等了20几分钟。看完了病，然后拿了药膏跟口服的药，花了新币49块。在新加坡看诊是蛮贵的，我觉得普普通通的病都要台币1000多块以上，大概都要新币49、50块以上，所以我还是有在继续使用台湾的健保。今晚吃鳗鱼饭、泡菜、烫青菜、豆腐加昨天吃剩的肉骨茶。今天跟我先生来找 Kevin 剪头发，我觉得他这次把我剪的好像还不错。我先生已经给他剪了，我看20几年的头发了吧。我又来到这个印尼料理店，我喜欢的，点了这个，我最喜欢这里的辣椒。不错，还有洗手的，旁边还有放擦手巾。剪了头发又来到这个 Indo Rasa 吃饭，上次吃的很开心。不过这次呢，我们2个点的都没有上次那么好吃。我的那个地瓜